不会是台大的校友，他现在基本上论点很简单，馆长是被对岸逼的，抢救馆长。他一直讲说这不是我的胡说八道，就是没有底气。我怕我这一段话讲出去之后，别人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所以我才要先有一个前置的，叫做你不要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你凭什么当电视新闻记者？没有一个电视新闻记者的发音咬字这么的不清楚，是路人。如果电视新闻记者都做不好，还可以评论哦。什么叫顶级的样本？网络上只要有任何一个质疑，周杰伦11的时候不用表态，这篇文章一定马上不见。对于中国政府来说，周杰伦是不用表态，那才叫做顶级的样本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实际上是要把馆长当做一个样板，而这个样板不是两岸交流友好的样板。各位，你都想错了 ，no， 他是要验证一件事情，把它当沙包打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不要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馆长有2种方式可以证明自己比较好，一种是吹嘘自己，另外一种叫做贬低别人。而中国所要做的就是让馆长不断的自贬。他们唯一看到的就是说，这个叫做台湾最顶尖的网红，中国给他的定义是网红哦。但截至目前为止，我真的听不懂他想表达什么。我先说啦，因为他叫什么？张宇轩，张宇轩电视新闻记者出身，我从他的发音咬字，你凭什么当电视新闻记者？开始，不是你没有一个电视新闻记者的发音咬字这么的不清楚。那我好像很少看到电视记者出身的人，然后咬字这么不清楚。他在罢免期间把我的家人拿出来骂，听起来是说我凭什么突然间就横空出世？然后他一直说我跟黄国昌很像，然后我就觉得 OK 啦，因为我觉得跟国昌哥像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人家就很有战斗力，而且面对民进党，我觉得就是要有那个态度。那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荧幕形象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有点嚣张，荧幕形象嚣张不是什么？对，所以他其实对我的评论从来都不是基于客观事实，我所听到的都是人身攻击。他刚才讲第一句话就很奇怪，他说馆长作为台湾最强网红的这个是被中共来作为一个样板。那这句话就有2个解读，就说馆长去那边是样板，还是这个设定是中共要加给他的样板，这不同的事件哦。当然，但是他的讲法很像是什么？馆长作为最强网红这件事来中共做大内宣的样板，是中共设定的，而不是馆长本身是最强网红。但事实证明是他骂馆长就是最强网红。是啊，馆长是会讲一句话，吴宗宪就跟他对骂老半天的人。可是馆长根本不需要去中国，他就是台湾第一网红。找了无数的路人来跟他进行对话，有没有发现每个找馆长的跟他对话的都穿着一个衬衫，戴着一个眼镜，然后都说我是路人，我只是一般人。你说馆长知不知道？馆长当然不知道。你觉得你是中国，你今天安排这些，你会跟他讲吗？第一个如果今天我也受不了，我先插。来，是路人，不是路人，路人。好，我要讲什么我都忘了啦。好，来，如果今天他前提是馆长作为样板，他后面又说馆长不知道这些路人是安排好的，这本身逻辑就打架。因为如果今天馆长真的是样板的话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路人是安排好的？一定会知道，因为样板不能出错。第二个，张宇轩，上海的街头有多少人对于自己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怎么样，能不能用 VPN， 各个政党有多了解或多不了解？你认为因为大家都很了解，一定是我们讲的暗装？我告诉你，你去北京搭计程车试试看，每一个北京出租车的师傅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每一个都中南海听床师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国际政治发生什么事情。一样，上海也是一样，上海的年轻人他们非常关心国际新闻，所以不是你觉得，你不要拿你自己的程度去比照对岸年轻人的程度。你觉得你在台湾你什么都懂，你是人上人，人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程度的人在大陆满街都是，因为大陆接触国际新闻的量是台湾人的好几倍。我先讲第一个啦，你在街头，你说人家是样板，都穿什么衬衫，然后如果他们要做样板，他会蠢到叫大家穿制服或穿类似的服装吗？又不是总统府便衣。对啊，总统便衣是史上最不便衣的便衣，总统便衣的制服就叫便衣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今天拿台湾的视角叫做以台窥入，以台窥中，你看不清楚，然后就讲那个，然后你只取片段，然后呢，会不会是刚好在那一区就是一些年轻人，所以穿着就类似？所以大家理解，就是你不能说它类似，就是你怎么验证？我补充一下，因为他每一个动词说路人教馆长，路人教馆长什么都用教这个字，其实那个就是符合他的论述嘛，就是说他想要界定一个状况是大陆的这些人。
他就是想要修理台湾的这个网红样板，所以才用教这个字。可我必须要说啦，会去找馆长聊天的这些人，他就是有话想要讲，有所准备，不意外。因为他们也会有很多人去自己做直播嘛，然后跑去找馆长聊天，这有什么问题？这什么叫教？然后我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一件事，自己发音都不标准，还要去学大陆人讲话。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歧视问题，就连评论员这样的一个角色你都不够。我们退100万步、1000万步，你可以当民进党的样板，为什么别人不能当共产党的样板？没错。第一个，他要营造的印象是台湾根本不堪一击，台湾最顶流的网红，我想这是中国封给他的人设。我跟各位保证你走在中国14亿没有人会走在路上跟你讲说中国有8个政党，也不会有人随机打开说我手机有片漂亮给你看。一定是有人讨厌馆长，因为馆长以前的确就是绿的。那有更多的人是不是就喜欢馆长？这次去大陆，然后也看看台湾人喜欢的网红是什么样子的样貌，这是正面的思考。他不选择用这样子的一个评论，只找部分极端的意见，然后说大家都是用这种意见去看他，那就是你自己去设定那个自己要设定的那个主题。如果他想要凸显说这个样板是，我觉得他最后想讲的是馆长唾面自感，你又想要去当样板，又当了样板又失败，也许这是他的主轴主论述。还有贵人民币，对。问题是，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样板的话，网络上不会出现馆长被攻击的言论。你不要忘了，有网管。什么叫样板？周杰伦就是顶级的样板，他一辈子不需要在10月1号发文去恭喜任何什么祖国生日快乐，一定要在欧阳叉叉特定的节日发表特定的言论，那个叫做争取当样板。所以呢，我还是讲那句话，不是他今天上过有春晚，他就是样板；不是他今天被评为什么京城4大美女，就叫做样板，都不是，那些都只是头衔。争取要当样板，对。那现在张宇轩就要争取当绿的样板，是啊，样板不会让你知道他是样板。其实他们只是在做自己，而这样的做自己的 model，就是中共宣传需要的，他需要两岸这么漂亮和谐，然后共享快乐，所以我就会保护他。所以对内他的内宣是在跟你阐述一个故事，那与此同时，他在台湾去灌这些庞大的流量，他要验证一件什么事情？验证中国实力地大物博，对台湾才进行所谓的内宣跟统战。所以他在中国跟台湾两边是处于截然不同的策略，如同他跟馆长讲的，这是中国最擅长所应用策略，叫做两手策略。我跟你讲，两手策略全世界每个政府都会做，但大陆最喜欢做的叫组合拳。张宇轩，我想跟你讲的是，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今年的海峡论坛。因为台湾政府大罢免，对蓝营的县市首长跟蓝营的立法委员都不去嘛，但是都不去的情况之下，台湾变成没有代表去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去。马英九当然是戴着头盔去，那很多人就问说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停办就好？不可能停办。对，因为台湾在大罢免没有蓝营的县市首长去，没有蓝营的立法委员去就停办，就正好中了民进党的下怀。以后民进党就天天这样搞，以后就没有海峡论坛。所以大陆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住海峡论坛一定要办，但是这一届的海峡论坛变得没有星光熠熠，所以在海峡论坛在举办的前夕找谁去？这一次真正的海峡论坛就是馆长去。OK。难道大陆政府不知道海峡论坛今年是没有任何新闻焦点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他们要淡化今年的海峡论坛是只有马英九去这件事情，他要淡化今年没有蓝营的县市首长的去这件事情，所以他让馆长提前1周去，因为有时间可以发酵。所以马英九去没多久，馆长就回来，时间是这样算。所以馆长为什么要挑这个时间去？如果他真的叫做样板，或者说心里彼此可能都有数的情况下，才会挑这个时间点去。这是我的观察。如果真正从共产党的逻辑思维去出发的话，我的观察是从这个角度切入。但我做个补充啦，就是说，以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，如果真的有所谓控温的话啦，就是一切就是顺顺的安排。对啊，顺顺的。对馆长来讲，他就是开一个未知地图，然后呢，里面的各种惊涛骇浪很多。其实今天评这个张宇轩论点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评论人者恒人评论之，所以我也常被评论，我也无所谓了哈。但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说，哎呀，评论员之间不互相评论了，你可以坚持，但林北不会管你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因为主要也不是说张宇轩评论谁啦哈，那我跟他也不熟啦，但我是觉得评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最好先求证。他千方百计就想把馆长打入所谓的对岸样板，是刚才 Andy 所说的样板，其实不是，叫做因势利导，顺势而为。今天他做这件事情对两岸有帮助，那对岸就会保护他，没错，帮他开绿灯。据我所知，馆长去之前，对岸非常犹豫，因为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幺蛾子。但是因势利导，发现馆长其实还不错，而且这当中努力的人都没有所谓的台办人物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都没有。就算至少表面上面做得很好，好，那有没有？那你可以查得到，你可以去检举他们。那如果你爆出来，就是你的提前大料咯。没错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不能说人家这一趟去都是谁好的。对。